Hello， 优酷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里是优酷全娱乐明星陪你看，我是本场活动的主持人高兴。那最近在优酷宠爱剧场有一部戏叫做《沉香如屑》，正在热播当中。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和主演，来欢迎二位，先跟我们优酷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沉香如屑》的导演郭虎，很开心的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优酷的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程毅，在《沉香如屑》当中饰演的角色是青泥应渊、帝君和捉妖师唐周。欢迎，再次欢迎两位。现在感觉欢迎两位都应该这样。再次欢迎两位，是有认真的追剧，好不好？那最近也有很多弹幕都说，看我们这个沉香如屑得了相思病，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相思病这个梗我有在网上看到上，然后我看到很多粉丝因为追剧追得上头，然后睡不着觉，然后呢也吃不下去饭，其实蛮心疼他们的。本来也想解一解他们的相思之苦哈，但是呢，我也只能乖乖的等待加更啊。程毅呢，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剧的什么梗，就是比较记忆犹新的？导演都说了，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还是就是工作人员，包括也是听过这个啊，就是他们也跟我说了，就是其实就是香饽饽的意思，大家都是很着急，就是希望快一点加更的意思，对吧？我跟你说，这部剧我有认真的追，而且剧的弹幕我都有认真的看，就有很多程毅的特写，大家都在说程毅的眼睛太好看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实话，本人更好看。没有。那程毅就是觉得，就是这部戏这两个角色在诠释的时候，自己做功课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个角色更符合生活中自己，就是拿捏起来比较容易？哦，这个嘛。哪个？这个唐周可能活泼一点嘛，可能比较像生活中的，就是像生活当中的自己一点。这个应渊他太乖了，太听他的舅舅的话了，对，就是不太像我。但是就其实诠释两个角色还挺难的。导演有没有给你在这个拍摄上提供什么小的技巧啊？那会，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之前其实包括导演还有编剧老师，我们都会有一些剧本微读。那么我们作为演员肯定会听一些导演的意见和编剧老师的意见，他们心目中对角色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作为演员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还是全心去演绎。当然呢，导演他会把控。就是所有，包括我记得，就是说，如果你拍这场戏的时候，因为我们拍戏是跳拍嘛，就比方说今天可能拍第3集，明天可能拍第20集，所以导演是把控全部的，包括你演员可能你这场戏是不是演过了，或者是不是你可能没出来，那导演会给你一些提示。但我们的导演还是更多的是尊重演员，他会给演员在表演上无限的一个空间。他非常就是说，再来一下，可能再出来一点。或者这场戏可能小了一点，那你再放开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非常好。导演呢？导演觉得就是程毅诠释这两个角色，他应该准确的说是3个角色吧？三个角色，我觉得这3个角色他有相同的地方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应渊呢，他是比较克制，比较隐忍啊，然后就是肩负的一个使命。唐周呢，就是一个比较意气风发的一个少年，然后正义凛然，就是相对应该来说比较自由洒脱一些。当然玄烨来说，这里能不能有玄烨？是，就是其实大家都说你那个就不要说诠释3个角色，就同一个角色都有很多那种网友调侃说是打脸的那种反转。来，我们上一下道具，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被很多人用这个表情包展示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你自己诠释一下吧，这2句台词，本君不会有那么一天和就让我任性这一回，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有很多这种有趣的互动。其实我们拍摄的周期比我们播出每一集就40多分钟嘛，然后我们拍摄之前有没有预测过哪个情节会爆，或者是哪一个会被大家截成表情包？这个还真没想到，因为光认真拍戏了，没有想这么多。所以导演其实在拍这部戏之前，刚刚听工作人员说，还有研究很多跟礼仪相关的，是吗？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天宫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请了礼仪老师帮我们把天宫啊，包括凡间
还有就是忘川的一些每一个就是地界的这个礼仪都区分开来，让它就是正式一点。在我们剧中，就是除了一些手势啊、礼仪之外，真的很多弹幕就说这种反差萌啊，然后被网友截出来那种爆的那种梗，就比如说那一幕就是棺材送礼物的那个，大家都说官配嘛，官配啊，就那一部戏是剧本里面就有的，还是当时拍着拍着，然后想着加这样一个特殊的礼物？剧本里面就有的因为当时想到就是棺材，还有当时还有烧那个小纸人它是有一个寓意，就是让这个应渊重生的意思因为他当时的心态就是因为很自责所以他不想活了。然后严旦呢，就是要让应渊跟过去和解能够就是涅槃重生所以他就送了这么一个礼物所以就是也蛮特别的。就是刚刚想落泪的时候，突然送一个棺材，就是又想哭又想笑的那种反差萌。就是程毅拿到这个角色，看到那个棺材这个特殊礼物的时候，是第一感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就是说，可能对音乐来说，这是他最幸福、最美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那也是他和严旦在地崖当中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因为他活了那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正如刚刚老师给我看到这个本君不会有那么一天反差萌。对，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说，可能每个人自己坠入爱河的过程当中，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我已经喜欢那个人了，但是其实就是当局者迷嘛，旁观者清，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其实应渊是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的。哎，我现在问一个就是生活中的问题我八卦一下，如果现在让两位给彼此挑一个礼物，就比如说过生日吧，会送什么给对方？是什么？就如果你现在要给导演送一个礼物，你先说吧。都没想过，我们基本上这都是个大家吃个饭嘛，怎么样？因为我们这工作一直这么久了，好像都没有一直每天就工作，都没有很好的去吃个饭，还别说是礼物。就拍戏的强度太大了，其实没有什么，但感觉导演已经想好要送你什么了。没有。没有，就是一话了都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哎，中午点个餐，或者对方加个鸡腿，或者导演有时候跟我点个什么，就吃的，他觉得他有什么好吃的，跟我分享一下。送的礼物就是大餐。就对，差不多。我们彼此之间合饭有时候，因为天天是剧组合饭，对，就是吃多了可能会腻嘛。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点外卖，然后大家互相的去。对，他点他的好吃的给我分享一下，有时候我觉得好吃的给他送一点，就是这样的话。因为他每天拍完之后，大家得做一些功课，第二天拍戏。看来这么多年咱们都没有私底下好好吃过一顿饭。对，哇，说的大家都要落泪了，感觉是工作强度太大。没有，还好，工作都这样。那其实我们追这个剧嘛，现在已经到了唐周这个人物出现了，就是帝君已经下凡了，对吧？然后我们要去收集那个线索。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准备了我们的酷任务，也是要收集我们的线索。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任务挑战，好不好？好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任务，还蛮难的。来，我们上一下道具。这个还挺难的啊，这就是导演口中的筷子。其实呢，你来，我来是吧？对，来，我们要把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这边的帘子夹到这边的盘子里面至于问题是谁来问呢？导演来问吧，好吧？那我完了，好吧？好，你先夹一颗试试。对，把这个夹到这儿。这个你先夹一颗。这个就是给大家谋的福利，因为弹幕都在说程毅的手好看嘛，就故意让他。对，那只能一会儿多拍点特写。对，还要回答问题导演准备好问问题了吗？好了，我准备好了。一颗都夹不起来。你要不试一下先？我试一下。然后试的这个环节过去了35分钟。哎呦，真的夹不起来。可以就是别着急就行了啊。好，来，预备，开始。片场谁是最安静的人？片场谁是最安静的人？最安静的人我吧。谁是吃货担当？那也是我吧。那谁是欢乐喜剧人？那也是我吧。那也是我吧。你都这样回答。不，这个怎么都是你？等一下啊。好，慢点问。好，下一个。可以了啊。我们剧中最羡慕哪个角色？你？我最羡慕是那个帝尊啊。那你觉得我适合演哪个角色？你觉得你自己适合演哪个角色？导演？反
敢问。我觉得我挺适合演员帝尊的。可以。片场你为什么总是蹭我的茶盒啊？下次我给你买一点啊。下次生日礼物就送茶。好。哎，对，有了啊。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啊？那肯定你吧，你都坐我旁边了，我还能说别人吗？这我也不傻。用一句强势的话来安利沉香如屑。啊？再说一遍。用强势的语气来安利一下我们这。别再执着了，都来看沉香如屑吧。我觉得任务算是挑战。你夹了几个呀？夹了5个。1、2、3、4、5、6个了，6个了。对，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导演想不想试一下？我可能不太行。哎，你夹一个看看，夹一个看能。你夹一个。啊，真的很滑呀。哇，导演，你看一边说啊，我可能不是很行，然后一下就夹了5、6个，可能是没问问题吧。那我问一下导演，你觉得剧组的欢乐喜剧人是谁？是程毅吧？剧组最安静的人是谁？最安静的人也是他刚才回答了。所以程毅是在剧组通过安静来表现自己的喜剧。也没有吧。好，我觉得算挑战成功，好不好？来，我们上今天第一个任务，挑战成功的锦囊。花絮都觉得我有点太聒噪了，我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看了花絮，有一个你还在现场唱那个忘记你我做不到啊，是吗？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锦囊，是什么？这个可以。你先来，我来看吧，我来打开。导演也夹了6颗哎。哇，这是个小乌龟呀。是个小乌龟。知道啊，一看到这个大家都知道下一个环节是干嘛了。好，大家没有想错，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程毅给大家翻龟。来，给你报一个。不，这翻龟是要法术的。你有法术的，你可以翻这个吗？我现在要翻呀。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假了。怎么翻？这样翻。这样吧，给大家谋个福利吧，就是翻龟的那一集，就是有特写可以动单边的眉毛嘛，我们对着镜头假翻一下，好不好？哦，好。不用法术，用眉毛。哇，真的可以一边眉毛动，导演可不可以？我不可以。导演很怕跟我对视，因为他知道跟我一对视，我就要问可不可以了。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当时怎么想到翻龟这个细节，然后有这样一个小乌龟在的，还蛮有记忆点的。对，主要是我们当时翻龟不想用传统的这种法术手势去翻，加上它本身它眉毛会动。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商讨了一下啊，就是还是用眉毛去动的话，这样也能显示应渊这个角色他有童真的这么一面啊，所以当时是这么定的，所以说这个动作可能也火了，是吧？是真的，那个动眉毛那一下真的还蛮震撼的。然后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剧有很多小细节都处理的比较好，就比如说荡秋千的时候有那个手的特写。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记得的？就是在这个剧里面，就是创作的时候想到的一些小细节来丰富人物的。还有就是耳朵吧，他耳朵会动。耳朵再动一下。耳朵会动，算了吧。在剧里面都可以看。因为是在应渊失明的地牙的时候因为有拍了耳朵一个特写，因为它本身就会动，所以说也就巧妙用上了。刚好是可以在剧中表现的。其实我们这一些还有就是说，包括其实在之前导演包括大家其实都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颖的东西，就是这也是我们一次有一些场景或有一些戏，我们想做一些小的突破，但是这个呢，其实突破更多的方面还是观众去来检验的。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更多是观众来检验我们的标准，那么好的一些反馈啊，或者不好的，我们都好好去吸收。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待下一次更用心。包括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包括就是这个设计的，就是动眉毛，可能大家以为新演就可能需要法术干嘛。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有一些新颖的东西带给观众一些尝试。其实刚好就是这些小细节，就给到观众一种小惊喜的感觉，是不是？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锦囊已经解锁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任务，好不好？我们第二个任务，哇，第二个任务有点难，但第二个任务我觉得一定要让导演参与一下啊。好，就是朋友圈啊，都有很多人发程毅的表情包。截的一些图，然后会在这个社交软件上发他的表情包。我们来从简单的开始啊，首先给大家看第一个表情包，程毅先模仿自己的表情包，就是这个现场还原一下，然后导演再学你，怎么样？就这个出来我要模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爱你？这是大家这个手势，这个要模仿这个手势，好像。好，
来，你自己拿着吧，这样大家还好截图，有个对比，现场还原。1、2、3，走。真的。导演试一下，哎，这个太简单了，这个不让导演试了。对。来，我们来看第2个，这个真的很好笑，这个就是我的表情包，确实牛。哎，哦，确实牛。来，这个你来吧，导演。你来吧，你来吧，这个简单，你来吧。好，又要更新表情包了，我们来看，第3个，我觉得导演可以试一下。哇，这个你啥时候拍的呀？这是什么呀？这真实的吓到。行吧，我模仿一下。这是我在戏里面吗？应该是花絮里面被大家截出来的吧？这个背景应该是被换过了。被换过了。我也想我在戏里面好像没有做过这个表情。我拿这个好像不好做啊。这就是你吧？是不是换脸了？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是吧？要不要唤起一下自己的记忆？这是 P 上去的吧？不是，我自己做出这样的夸张表情。要不你做一下，我们看一看。你再做一下，像不像？一下，哎。来，我给你举着。吓死宝宝！是你。好吧。真是的是你。哎，这个也还蛮适合导演的。等待下班。等待下班。那没有东西，你就这么拿着吧。就是生物哦。等待下班。就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说等待下班。咋这么呆呢？等待下班。好了。好，哇，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情包，心如止水。哎呦，好吧，你来吧，来这个。哎，男的都给你了。这个什么时候做的啊？就躺在那个。这个给他们看到。好热啊！就这样。哇，现场的你比这个表情包里面的你更加心如止水的感觉。所以你们平时都不会用自己的这些，不知道是吗？不知道。这个表情包，说实在话，我没有自己的表情包。导演组一会儿结束了，把这些表情包都发给我一般戏上的时候会加你的那个群或者朋友会给我发一些这种表情包。我自己倒喜欢发一些什么小动物那样。导演呢？导演会？我一般不太会发这些，但是要是有好玩的，我会保存下来。哎，就这几个你会用吧？这个心如止水，等待下班。对，等待下班，我收工之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成功吧。我觉得导演这个对表情包的诠释，大家也可以截图。哦，来，我们工作人员收一下道具。下道具的同时，我们上一下第2条线索，好不好？哎，这个我一拿我就知道是什么线索了。呀，这个这么沉呢？哇，这是你的葫芦。哦呦，葫芦，玉葫芦。哇，这个比那个道具沉啊。怎么来，导演，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葫芦吧。当时怎么想到用这个葫芦？我一看到这个葫芦，我就有了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洗澡，在那个浴桶里面。他那个葫芦可以变大变小的，因为关盐弹的。对，关盐弹的，收腰的，陈毅，能不能今天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送一点福利？就拿着这个葫芦摆几个 pose 啊？好，摆成啊。要那种捉妖的 pose 哦。我把你们都收了，收进来吧。就不是要别放出来就行。是吧？收了可以吧？这样，这葫芦不是收腰的吗？收了。好，大家看沉香如屑，看完之后都收了。好了，可以了。好，来，哇，这个葫芦好重哦。对，很重。来，好，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3个挑战，2位要抢答回答问题，抢答，而且都是那种还跟剧相关，而且还挺难的问题啊。准备好了吗？好了。陈毅准备好了吗？好了吗？不会输给导演吧？说吧。好，来第1个问题，帝君的完整称谓是什么？东极青离应元帝君。输嘞。抢答。你这么慢？抢答这要抢答啊！第2个，音乐的爸爸妈妈分别叫什么？冉星和玄烨，冉星玄烨。要抢答，导演还请。来第3个，音渊为什么进入焚元炉？找严旦给他修补的婚宴玉带。第4个问题，帝君的坐骑是什么？鲲。恭喜你回答正确。下一个，
严诞写的画本叫什么？创世英雄传。蒂芽的茅草屋叫什么名字？狗蛋居啦，好一起啊。唐周为何出师门游历？躲桃花，捉妖怪。下一个啊，梦中狗蛋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嘿，这个忘记了吧？拔了隔壁傅伯伯的胡子，傅伯伯的胡子。应渊下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查明仙魔大战的真相。大家有没有记谁答的多一点？我在我这儿好像是导演，差不多吧。导演，是不是？差不多，肯定是导演。我跟你讲，导演下一个环节那个线索是要唱歌，如果你赢了就让陈毅唱。现在我再问一次啊，大家觉得刚刚是不是导演答对了？我也赢了，他马上就赢了，导演马上赢了，我赢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导演赢了啊，完胜我们的比赛，这样说可以啊？啊，可以。来，陈毅给大家唱两句。又唱歌？唱两句嘛，大家都等了很久了，我们的忘川。唱吧，不唱也得唱。记忆就像是一片海，在这过去摸着未来，心摊开，以未来紧拥着黑暗。谢谢。为什么没有给主持人准备荧光棒啊？不然我要在下面挥舞荧光棒了。我都是业余的。导演评价一下陈毅的歌声。还好吧，这一句其实也不能那么断定他唱的好不好。对。那说好啊，我觉得好好听。没有。来，我们下一个任务，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搜集的名场面，这个我们分发一下给大家展示，好不好？名场面。这个是在浴桶里面的那个名场面。对，这个是木桶浴。然后这个是扎爹的吧？扎爹的，做我的帝后吧。然后这个是屏风吻啊。屏风的这个，我觉得应该看了我们这个剧，屏风现在都卖的比以前好了吧？是吧？来，我们展示一下那边的名场面。这个是在忘川的时候。对，这个是在忘川的时候，送别他的时候。真是疯了！哎，导演，我先问您，您觉得这几个在你心目中要选出一个名场面，你觉得哪个排第一？我觉得这个屏风吻吧。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屏风吻的？因为其实是剧本提供的就是屏风吻，但是当时特别的难，因为真没拍过屏风吻，所以当时就是想了很多镜头，因为他还要跟他的幻境去联合啊，因为他这边伸手，那边幻境里面他也是在，就是要让他清醒啊，在梦境里面要看到那个人是谁，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场戏拍的是比别的名场面都比较难的，因为要拍出感觉来，还要把镜头就是跟那个幻境里面的接上，相结合。那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预测过观众会比较喜欢哪些场面？当然观众喜欢甜跟虐的名场面，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也是大家所期待的，所以我们在当初设计场景的时候，类似我们的天宫我们也参考了就是敦煌的那个壁画那个蓝灰色的那个色调就是想走这样一个色系风，这样也会跟之前一些仙侠的那种白色金色的有所区别。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的一些创新，还有我们开场的瑶池盛宴，我们也融入了飞天舞的元素用8个仙女在空中飞舞这样一个形式，让天宫的呈现出来的中国神话色彩更加的浓郁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小的方面，比如严诞喜欢下围棋啊，他棋艺特别的精湛，然后呢还有应渊，还有比较就擅长抚琴，以及我们在凡间。也加了一些曲艺的这个元素，就让大家能够多角度的能够就是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这部剧得到大家的喜欢，真的是因为我们在每个细节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陈毅，如果让你选呢，你选一个你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名场面。那句话怎么说呢？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是不是要说这句话？不是，我都不是。这个还是观众都是名场面这都是名场面。就其实这些出来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是吗？是。那很不错哎，导演。挺好的。这才播了一半一半还没一半。那我觉得那作为演员和我觉得
就是我们的那个主创幕后工作人员，那很开心了。如果观众都会喜欢这一些，我觉得很开心。这还仅仅只是大家投选出来的几个名场面，其实有很多名场面。就比如说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我是真的反复看了3次。其实那个就是有一集你去救严旦，然后严旦突然抱住你，当时感觉还没有爱上对方。哦，严旦就。然后你说手松开，然后他说快打他们。当时觉得哇，霸道总裁来到了仙侠剧里面，就是宿命。对，其实这些名场面都是大家看了剧，然后网友们比较喜欢挑选出来的嘛。那2位有没有就是自己觉得在拍摄的当中，记忆比较犹新，然后觉得比较精彩的，或者是比较难的哪一场戏？我刚才说了，就是屏风吻啊，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啊。程毅呢？我觉得其实就是拍每一个戏的角色，就是应该都挺难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它不是难的，就是说希望就是把每一场戏就是说拼尽自己的全部力气把它演好。但是其实我们演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也不想让自己松懈，包括大家都一样，全力以赴嘛。但这个其实更多的我们其实。这个标准呢，可能我们不好去界定，就觉得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但是如果观众喜欢这一些，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就是很满足、很开心。那么我们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其实因为其实演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不会把每一场戏去放弃掉的。就是其实我们去新疆那1个月对我们来说，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对，因为拍摄比较辛苦，它是那个环境的问题，风沙都会有来，有时候会有冰雹，正拍着冰雹下来，可能就是风很大，所以看到新疆的那些景的时候，风特别大，那是自然风，有些就推着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些已经是就比方说，你看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威亚诗，还有这个其实可能。他怎么去判断你的那个其实危险性啊？其实挺难的，因为风一刮，人晃来晃去，你包括这个其实飞来飞去。你看我们1、2、3开始拍，太阳出来特别暴晒，你不能拍；到风一大，突然也不能拍。其实在那个方面，我们觉得克服的困难还是蛮大的。对，克服了很多就是环境带来的，环境的给我们带来的。那其实也有很多网友看了我们的花絮嘛，发现其实原来。我们的这种剧是在绿幕，很多在绿幕前拍的嘛，然后大家就觉得陈毅的演技爆棚。那当时是怎样的信念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其实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可能就是拍仙侠剧嘛，更多的是在信念感比较强，因为就是说可能在绿幕当中，你首先得自己相信嘛，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怎么去演绎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注和信念感。有没有那种就是会在戏里面出不来的时候，就是入戏太深？那没有吧。然后这2个角色，因为你们刚刚也说的是跳拍嘛，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难度也挺大的。今天是下凡之后，明天又是可能是演帝君的戏。导演觉得就是这2个角色，他们最本质上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在爱情观上，因为现在有很多话题就是在站队嘛，是比较支持，就网友都在投票嘛，是比较支持和严旦和帝君，还是支持严旦和唐周？我觉得2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比如呢？但分别说明。对，因为唐周呢，其实也是，就唐周可能就是他的爱更纯粹一点，更直接一点，就是我喜欢你，我要告诉你。可能应渊就是那个。应渊可能更成熟一点，就是因为他背负的不一样的嘛，6届，而且他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用行动来证明。那唐周嘛，他就是大男孩一样，我喜欢你，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个我觉得不太一样。而且更多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一个字真，这个真就是他对待严旦的感情都是真的，真心实意，真心真意的。就是2队，其实不管是哪一队，大家站的是哪一队，其实都是真心。对，我觉得这个都是真爱，都是真爱，这是最珍贵的，因为他肯定心里面只有这一个人。我一问导演，导演就把难题抛给你。导演，如果你现在要投1票的话，你投哪一队啊？我觉得就生活中的你不是导演，现在不是导演，就是生活中的你啊，生活中的你，生活中我觉得跟唐周吧。投唐周，为什么？
我觉得唐周可能能就是可能帝君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会最终也是伤害了严旦，所以反正后面的剧情也会有交代一些，所以严旦是后来会回避他，但是唐周可能就是好一些，他简单点，一个热血少年，可能背负的东西没那么多，对，所以严旦可能就没那么累啊。其实这个就是其实爱一个人就是成全嘛，他希望严旦快乐、自由自在的这样活着，所以其实应渊嘛，就是说，就是其实想更多的去保护他、守护他，让他做一个快乐、天真的一个小女孩。是，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好像还准备了要演绎的台词，是不是？也是送给我们所有优酷朋友的福利啊！还原一下那句经典台词，就是夫人不必试探那一句。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而已，绝不纳妾，是不是这个？是，哎，我觉得增加一点难度吧，要不看着导演说这句话，这样就比较有难度嘛。不是，这不是在演戏吗？演一下，就你的对手是导演，那就当我是严旦吧。对，考验啊，这个刚刚说的信念感。真的很考验信念感。那不会，对着导演说这句话。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而已。不行，先对视5秒钟了之后再开始。还有这样呢？对，哇，导演脸。等我改。导演。好吗3、5、4、3、2。夫人不必试探我，我此生为你而已，绝不纳妾。不离卓，叭，信念感，真的要为这个信念感鼓掌。哎，导演的脸是真的有点红，可以给个特写。我有点害羞啊，特写在这儿啊，真的。是，好，来，我们上最后一个这个 KT 版，那个口红4号那个。口红4号。这个也是网友截出来的，就是说，弹幕都在飞，问一下这个口红4号，其实是你在吐血的这个场面。导演刚刚都惊讶，他说口红4号，我们这个没有，口红4号是。我们没有就口红，导演连口红4号，我知道，但是怎么跟这个关联了？就是一些网友都说他这个涂在嘴上很好看，这个血浆的红色，然后就说这个要大家这样吧，2位给这个口红4号命个名好不好？命个名，你中的是火毒。完了，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口红4号的火毒号，可以火毒号吧？火毒4号，火毒4号。哎，这个很巧妙，火毒号，我觉得这个因为中的是火毒，对，火毒号可以卖爆，我觉得是。陈毅当时其实是用的，就是血浆，对，就是那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那个准备的那个血包，而且就是可以吃进去的，甜甜的。如果大家喜欢吃甜的，这个都很健康的，很安全。就是如果你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吃进去了、咽进去了，都很安全的。但我好像在花絮里面看到过，就你吃这个有一次吐了，这很正常。就是因为我们拍仙侠剧嘛，有那个鼓风机吹，可能要仙气飘飘一点吹，可能那个风一大给你吹到鼻孔里面去了哈，吹进去了，很正常。这味道还甜甜的。哎，你很会安利这个血浆的味道，导演有尝过吗？我还真没尝过。哎，下次试一试。对。可以，那个是吗？可以，我也想。反正这个就是都能吃的，很健康。哇，我都有点饿了，我都。已经看这个口红4号，血浆看的。你可能如果血糖有点低，还可以去吃一点这个甜甜的。就是所有的，我问的好不专业，但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就所有的这个剧的这个血浆是一个味道吗？那它有口味可以选择哦。我不知道别的剧怎么样，还是甜甜的。反正基本上他们都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蜂蜜啊，或者嗓子疼的那个叫什么枇杷膏啊，对。很多调制的，他们是调制的，可食用的对，可食用的，肯定是食用，要不然剧组的工作人员不会给你吃的。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对这个火毒4号这个命名还挺满意的？那我们就算挑战成功，好不好？来，我们上最后一个，我们的锦囊。这个我打开吗？哇，不离卓啊！不离卓。来，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不离卓的故事。你给严旦带的，你来分享一下吧。这个不离卓，我们好像一个直播带货。这个不离卓，这个不离卓吧，我觉得这个编剧老师
设定的特别好，因为其实读剧本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在天上嘛，因为应渊就希望严旦离他远一点，15步，15步，因为但是在凡间，唐周呢是要天天要捉他，所以希望呢让不离卓离他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好，我觉得编剧老师特别棒，而且这个是非常有逻辑的。对，它是整体有逻辑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我觉得这个编剧老师特别优秀。还有就是就是那个梦里面的凡间，其实严旦是带着这个东西来控制他的，对，是有个反差的。对，就是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就看到弹幕上面写了说，注意这个镯子后面会考，然后果然下凡了之后还是遇到了这个镯子，所以这些小细节、一些巧思在我们剧当中整个贯穿我们的这个剧。还有这个番规也是，当然就是说可能应渊就番规是他一个那个小癖好，但是唐周也是。那唐周番规呢，那因为也是一个人嘛，但是肌肉记忆嘛，也是他喜欢番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意思。导演一直在点头。说的挺好的。对你的发言很满意。没有，包括编剧老师写的好。好，那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恭喜2位啊，成功的解锁了我们的4条线索，也是我们酷任务顺利的完成。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这样，我们最后再给2位老师一点时间，我们最后再一次给我们还正在追，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追我们沉香如屑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再安利一下我们的剧，好不好？导演先来。那我先来吧来优酷看沉香如屑，入股不亏。如果大家喜欢沉香如屑的话，就继续追下去，因为这部戏，包括导演、编剧老师，所有的主创们，都是我们非常用心准备的一部戏。希望大家好好的追下去，谢谢大家。谢谢，也谢谢2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和关注我们的宠爱剧场沉香如屑。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拜拜。